苦楚之战第6章，滇缅大逃难。第6集，林浩恩进村买玉米粑粑，煮鸡蛋，要开水时，偷袭日军化妆成难民和远征军败兵，混迹难民群，杀人劫车。化了妆的日军占据制高点，攻击汇腾桥东岸国军守桥警备队，便衣日军靠近汇腾桥西头。浩恩是这辆车的负责人，他让车里20人都下来推车。恰好路边有一小块突出公路向山谷延伸的空草地，众人把车推到空地。他们这辆车在巴莫发动机分厂，撤退车队的队尾。前面一辆车见状就停在路边，派人下来问情况。浩恩就和前面车辆的负责人商量，把前面车里的行李移一部分放在这辆抛锚车里，腾出地方让抛锚车的人挤搭前面的车先走，只有他留下帮司机李伟强修车。张守仁见状对浩恩说：“林先生，我也留下和你一起修车。”浩恩见张守仁态度坚决又诚挚，就同意了。擅长修飞机的浩恩常帮友人修汽车，在这逃难关键时刻，他的修车技术派上救命用场。很快他就找到卡车熄火的原因，柴油杂质太多，油箱通气孔堵了。他随地拔取柔韧纤细的野草，搓成有硬度的枝条，捅开通气孔。司机李伟强回到车上一试，能发动了，只搭他们3人的福特卡车启程了。卡车爬坡下谷，颠簸行驶在险峻陡峭的盘山路上，转弯处多是能减少打滑的单直路面。每行到转弯处，浩恩都提心吊胆。一路上他一看见3辆车在拐弯处翻进深谷，有一辆木炭汽车抛锚在直角转弯处，才停不到几分钟，就被后面潮水般涌来的逃难者蜂拥推到山崖下。木炭车里传出的女人和孩子的哀叫声回响在山谷峭壁，过去了很久，还萦绕在浩恩心里。浩恩一路都在默默祷告，求主不要让自己年轻的生命以翻到嵩山深谷中的方式告别客旅。他还有许多未尽心愿和事业，他与上帝据理力争，心里诉说：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国我的家培养我多年，学有所长，实在不易。3年前你保守我，使我没死在日军炸弹下，你的恩典没齿难忘。眼下我的国我的家都在日寇魔鬼铁蹄践踏下，你一定看见了日本兵人性尽失的恶行。我的国我的家需要我。以殉国的朋友徐永道生前把他的未婚妻严小姐托付我，我尚未完成朋友的托付，今生使命一样还没完成。主啊，请你保护我，让我活着到宝山，接着造飞机把日本魔鬼赶出中国去，也好完成故友托付，照顾严小姐。说完，一股清凉馨香的山风吹来，他
他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吸入的这口气是从天而来的，带着希望，带着生命的大光，使他内心被平安充满，好似穿了防弹衣。嵩山盘山路段多是一面靠山，一面靠崖，走几步就面临从锐角到直角或超过钝角的急转弯。缺少山地经验的司机在这样的路面开车，随时会翻滚到崖下，也会因急刹车被后面的车推入山谷。山路险情此起彼伏，却有一样大好处，就是雾霭沉沉，松林密布，巨石遮路，日军飞机不易准确攻击这一段滇缅公路，就索性把轰炸目标集中在从昆明到宛丁965公里穿越10座大山的滇缅公路所经过的公果桥、昌干桥、汇通桥等桥梁。这几座桥已被日机轰炸多次，日军炸过，桥工修好，再炸再修。修桥期间就用汽油桶和木板搭临时浮桥，运输从未止息。滇缅公路洒满数十万注入云南父老血汗，也浸透西南运输队司机和修桥者的血汗。很多司机和修桥工人被日军飞机炸死在路边桥头。天起凉风，黄昏渐近，浩文他们经过一个叫马六塘的小山村。司机李伟强对浩文说：“李先生，天黑，山路危险，咱们在此找地方停车，在车上睡一觉，明日天亮再启程，您看如何？”浩文一听，心想：主听了我的祷告，提醒我们避免夜行，就对李伟强说：“有道理，赶紧找地方停车。”他们很快发现村外有条山路通向一个打谷场，就把车开到打谷场，停在一棵大榕树后，折些树枝盖在卡车帆布罩上做迷彩伪装，以防半夜有人偷袭抢劫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他们吃些干粮。林浩恩和张守仁打开各自的行李箱，把最保暖的衣服全穿上，行李箱上铺些衣服当褥子睡下。张守仁没有带被子，他心里打算一到宝山就在那里投军到前线打日本鬼子。浩恩让守仁睡他脚头，二人合盖浩恩那床薄被。李伟强头枕副驾驶座位，脚伸方向盘上，从座位下抽一条毛毯盖身上。连日来险情四伏，神经紧绷，山路颠簸，使不常坐卡车的林浩恩、张守仁一路呕吐，不敢多吃，体能心力透支。车上3人都疲惫不堪，很快进入梦乡。黎明前，浩恩做个梦，梦见一股日军从他们身后的滇缅公路鱼贯前行，已达到汇通桥西岸，准备夺桥。他猛然惊醒，已近拂晓。张守仁和李伟强早已起身，正在吃东西。二人见浩恩熟睡，就没有忍心叫醒他。浩恩醒来，发现他们带的水和干粮所剩不多，就自告奋勇带着3人的水壶去村子里买水和食物，让张守仁和李伟强留下看车。在去村子的路上，浩恩心里说：“主啊，我不知去哪家买吃的，时间紧，就去先看见的人家吧。”他走到村头，见有一户人家，停住脚步，轻轻叩门。门开了，
屋里只有一对老夫妻，从穿着看是汉族人。老夫妻见门口站着文质彬彬、身背水壶的年轻人，知道是过路讨水喝的。浩文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大清早打扰二位老人家了，我是过路的，想买些吃的和开水。”“你要多少吃的？”屋里的男主人问。“10来个玉米粑粑和几个煮鸡蛋就好，要快，急着赶路。”浩文说。夫妻俩听了，赶紧忙活，现做20个玉米叶子包的玉米粑粑，煮10个鸡蛋，把3个水壶灌满刚煮的开水，冒热气的玉米粑粑和滚烫的鸡蛋放入小竹篮，递给浩文。浩文接过竹篮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铸孙中山头像的银元，给男主人。男主人见银元，脸露惊喜笑容，对浩文说：“这钱太多了，收下吧。”浩文说完，转身就走。“先生，等等，送您几根甘蔗。”男主人说，跑去后院背一捆甘蔗，跟在浩文身后，走到卡车旁，把甘蔗放进车里，就转身回家了。林浩恩、张守仁、李伟强每人吃2个玉米粑粑，2个煮鸡蛋，喝几口水。李伟强用汽车工具刀把一根甘蔗劈3段，每人吃1段。吃饱喝足，开始上路。卡车刚开到滇缅公路盘山段，浩文就感觉有些不妙。他发现路上逃难的人比昨日多了不少。放眼望去，盘旋在嵩山陡峭群峰深谷间，犹如缠绕在山腰灰色地段般的盘山路，游移着黑压压的难民和中国远征军残部，绵延几10公里，路面塞满逃命的人。原来他们昨天才经过的龙陵沦陷了，又一批逃难者踏上生死难料的求生路。浩文顿时感到情势危急。龙陵沦陷意味着日军很快会追杀过来，他让司机尽力开快，抢在日军追上他们之前跨过汇通桥。在浩恩担心日军追赶时，昨夜有股日军经浩恩3人过夜的村落，超到他们前头。浩恩梦里看见那股前行到汇通桥西岸的日军，已经靠近汇通桥西岸桥头了。这股偷袭日军化妆成中国难民和远征军败兵，混集难民群中，沿途见机行动，杀人劫车。一部分化妆的日军已经占据嵩山主峰海拔2000多米的制高点，随时居高临下攻击汇通桥东岸国军守桥警备队，并辖制怒江东岸西岸70公里区域。还有部分便衣日军已靠近汇通桥西头，准备随难民群涌向东岸，控制桥东，为后续日军主力打前站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。